哈喽，我是晴。每次有人问我要怎么开始投资，我都很想先反问一句，那你准备好了吗？很多人会立刻回我准备好啦，我证券 App 都下载了，我券商账户都快开好了。我心里就会无奈笑一下，因为真正的准备好根本不在 App 里面。很多人以为投资的第一步是开户、下载券商 App， 看别人买什么，找第一支标的。但今天先直接讲一句，开始投资前最重要的不是先开户，而是先把你自己整理好。因为很多人不是输在不够努力，也不是输在工具太难，而是他根本还没准备好就急着进场，结果市场还没把他打倒，人生先把他打倒了。先给你3个很现实的画面。第一个画面，你辛辛苦苦存到50万，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开始投资了，你一口气把大部分的钱都丢进股市，结果第2个月，你妈突然生病住院，家里急着需要30万，你户头现金不够，只好把股票卖掉，结果偏偏那一天大盘刚好跌很多。你不是因为看错市场赔钱，你是因为你根本拿了不该拿去投资的钱进市场。第2个画面，你现在还欠着信用卡20万，每年利息10几%，但你又听说股市长期平均报酬大概7%到10%，所以你心里想，那我先投资赚一波，之后再回来慢慢还卡债，应该可以吧？直接讲答案，不行，因为你欠债付出去的利息很可能比你投资赚到的还高。你一边想靠投资变有钱，一边又被高利息慢慢咬，那个缺口只会越来越大。这不是理财，这比较像一边划船，一边船底在漏水。第3个画面，你存了100万，很认真地把钱投入像0050这种长期投资工具，你觉得自己终于开始走在对的路上，结果第2年你突然出了意外，需要医疗费，又有一段时间没办法正常工作，你没有保险，也没有紧急预备金，收入也突然停了。那一刻你会发现，你原本的投资规划全部都得停下来，不是因为你投资错，而是因为你的人生底盘根本没先准备好。所以今天最想先讲的一句话就是，开户永远不是第一步，先把自己整理好才是第一步。那到底要先做哪3件事？第1件事，先准备好紧急预备金。什么叫紧急预备金？最白话的意思就是一笔你完全不拿去投资，专门拿来救急的钱。这笔钱的任务不是成长，也不是帮你赚报酬，它唯一的任务就是遇到突发状况时你随时拿得出来。例如突然失业，家里有急用，工作空窗期，临时大笔医疗支出，这些事情不会先问你市场今天涨还跌，它会直接来。所以通常会建议先准备至少3到6个月生活费的紧急预备金。如果你每个月生活费大概3万，那6个月就是18万。这笔钱不要拿去买股票，不要拿去买基金，不要拿去放任何会波动的东西，它最适合带的地方是活存，很好拿的账户，或非常稳、非常容易动用的地方。因为紧急预备金最重要的不是报酬，而是确定性。这句很重要，紧急预备金牺牲报酬换取确定性。如果你把它也拿去投资，等到你真的急着要用钱，市场刚好在跌，你就会变成被迫在最差的时候卖掉资产。所以第1件事，先准备一笔完全不投资，专门救急的钱。没有这笔钱的人，投资永远都站在随时可能被迫退出的边缘。第2件事，先把高利债务清掉。这件事很多人会忽略，但它其实比你急着进市场重要得多。先直接讲一句金句，清掉高利债本身就是一种超高报酬，而且几乎确定的投资。很多人一听会愣一下，解释给你听。假设你现在欠信用卡循环，年利率15%，而你心里想着没关系，我去投资，如果我投资报酬有8%、10%，也许就能慢慢把债补回来。问题是你借出去的成本是15%，你投资预期才8%到10%，这中间本来就有一个洞。也就是说，你不是在往前走，你是在一边跑一边被高利息往后拖。所以会建议
像信用卡循环、卡债、很高利息的信贷多，这种通常都要优先处理，因为你只要清掉它，等于立刻拿到一个15%的确定收益。这句很重要，再讲一次，清掉一笔15%的卡债，等于你立刻确定几乎没有风险的赚到15%。这种报酬率，很多人去市场里拼命追，都未必拿得到。第三件事，先把最基本的保险和风险防护布起来。这件事很多人也会跳过，因为一提到保险，很多人就直接烦，直接关掉，或者脑中只想到储蓄险、投资型保单、分红保单。但今天讲的不是这些，今天讲的是最核心的概念。保险不是拿来赚钱的，保险是拿来防止你人生突然被打回原形的。你可以把保险理解成一句很白话的话，它不是让你赢很多，它是让你不要输太惨。这就是保险最本质的功能。例如，医疗险帮你挡住突发住院和手术费，意外险帮你挡住突发事故，重大伤病或癌症保障帮你挡住那种一次就可能把家庭打垮的支出。如果你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，寿险也是在保护依靠你的人。重点不是你买的多漂亮，也不是你之后能不能领回多少，重点是真的出事的时候，你不会因为一笔大支出把整个投资计划、生活节奏、家庭现金流全部打烂。所以第三件事不是先追高报酬，而是先把那些一出事就可能把你整个人打回原形的风险先挡住。所以开始投资前，真正的顺序是什么？帮你整理得很简单。第一步，先准备好紧急预备金，让你不会一有事就被迫卖资产救火。第二步，先把高利债务清掉，不要一边被高利息咬，一边幻想靠投资补回来。第三步，先把最基本的风险防护布起来，不要让一次意外就把你整个投资计划打回原形。这三件事做完之后，你再去学开户、选工具、选 ETF、选股票，那时候你会稳很多，因为你不是带着焦虑、带着漏洞、带着随时可能爆掉的生活结构进市场，你是先把底盘垫稳，再开始投资，这差很多。最后，我想跟你说一件事，这可能是整支影片最重要的一句话。很多人听完今天的内容会有两种反应，一种是好的，我听懂了，我马上开始整理；另一种是啊，还要做这么多，那我干脆别准备了，直接买股票算了。如果你是第二种反应，我求你沉住气。我老实跟你说一件事，真正在市场长期赚到钱的人都不是兴奋派，是沉稳派。他们不会因为刚学会什么就急着做什么，也不会因为身边朋友开始赚了就慌，他们会先把自己准备好再进场。你可能会担心，那我准备这3个月，股市涨了我不就错过？我跟你说实话，会赚的不会在你准备的这3个月跑掉。复利的时间是20年、30年，3个月的差距对长期投资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但没准备好的进场，会让你在第一次意外发生时被迫退出市场，那才是真的错过。所以宁可慢3个月，不要少一件事。如果这期有帮你把事情想清楚，记得订阅。我们下次继续把投资讲人话，把市场看明白。我是晴，这里是投资晴姐，我们下期见。See it clear。